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在每部剧中，配角是必不可少的。《甄嬛传》这部剧也确实做到了每一位配角都极其出众，让人印象深刻。甄嬛诞下胧月公主后，皇帝虽想与她重修旧好，但甄嬛内心早已对皇帝绝望。皇帝觉得甄嬛难驾驭，她这样的心性不适合留在宫中，于是甄嬛将胧月托付给静妃抚养，自请离宫前往甘露寺修行，以保胧月平安。在甘露寺这段出场的配角静白，她心肠歹毒、狡诈、阴邪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静白虽然是配角人物，但是说起她，我们的大脑一定会立即浮现出关于静白的形容词：心肠恶毒、阴险狡诈。一个生活在寺庙里的尼姑，怎么能拥有如此贬义的形容名词呢？但是如果你看过剧，你又会觉得这样的形容词似乎又是远远形容不了静白的恶毒的。静白所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一桩比一桩让人大开眼界。在后期的滴血验亲事件中，我们可以说是充分见证了静白的恶毒，见证了静白满口胡话，也见证了他的下限。那么静白到底是怎么一步步作死的呢？今天胖妮带小主们一起扒一扒这颗尼姑界的独孤。第一，势利眼，满口尖酸。在甄嬛被离宫到甘露寺之后，原本以为这里的生活虽然比不得宫中的荣华富贵，但最起码也应该比宫中安静，少些尔虞我诈。但是我们的静白师傅一出场就知道这件事情不简单了。静白师傅再分冬天的炭火，偏没有我们的，就扔了一些干柴给我们，让我们自己烧成炭火用。没有现成的炭火吗？有是有，只是莫愁是来奉旨修行的，还是来享福的？好歹我们娘子也是奉旨来修行，您可否照顾2日，给我们一些炭火？奉旨修行，那都是说给外头人听的。真打量咱们全是傻子呢。谁不知道莫愁是从宫里被赶出来的呀？哎，这儿可不是宫里，要什么有什么。静白是在甘露寺修行的尼姑，按照常理来说，静白虽然不说有菩萨般一般美好的心肠，应该也不至于说是坏心肠，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是低估了静白的战斗力。静白一开口就是谁不知道是从宫里赶出来的。瞧这话说的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静白是宫中派出来的监督员呢。要知道甄嬛名义上还是出宫为公主祈福的，但是静白一出口就知道事情不简单了。一个长期在寺庙里待的尼姑，竟然能够把这些事情摸得清清楚楚，可以见得静白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。而且静白这说话的语气可以说是完美展现了势利眼的气质。你是被皇上赶出宫的，你几乎也没有什么翻身的机会了，我凭什么对你好言好语？而这也为后期他入宫再一次陷害甄嬛埋下了伏笔。第二，心思歹毒，诡计多端，满嘴胡话。静白作为出家人，不仅仅是势利眼，也把满嘴胡话和歹毒尽然地表现了出来。这入冬以来，娘子便一直咳喘不息，冰糖雪梨吃了多少都不见好。好在王爷让阿金送了一些燕窝来，最能生津润肺的。不过是咳了2声而已，哪里是咳2声的事情啊，人都要咳坏了。咱们甘露寺不能住得了肺痨的人，就是的，还有别的香客敢来住吗？你这样满口胡说，你也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你就算不是肺痨，也和肺痨差不离了。哎，你们瞧，他就是个贼。甘露寺里只有我和住持才吃燕窝。对，你这燕窝是从哪儿来的？说话要有凭据。我何曾偷你们东西了？在甄嬛入住甘露寺这段时期，可以说甄嬛境遇是十分差的，平时所受的待遇更是苦不堪言。什么脏活累活能让甄嬛干的，静白是绝不会让别人干的，更是扬言让甄嬛去干最累最苦的活。作为出家人，静白更是平时有事没事就嘲讽挖苦甄嬛。在甄嬛生病发生咳疾之后，静白更是高兴得不得了，满口就是甄嬛得的是肺痨，甄嬛是贼。要知道甄嬛此刻再怎么不济，也好歹生育了公主的，但是静白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呢？看见甄嬛，他就是要满口嘲讽，就是让甄嬛蒙受冤屈，更是恨不得甄嬛得的就是传染病，能够立刻没有命。就连甄嬛吃个燕窝还说是偷来的，还大言不惭地说整个寺庙只有自己和住持可以吃到燕窝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。第三，入宫做伪证，
领盒饭。在甄嬛离开甘露寺准备回宫之时，甄嬛就曾经想要解决掉静白，但是在另外一位师傅的劝解下，甄嬛并没有动手，留了静白一条性命，结果给自己埋了个雷。她原以为静白可以珍惜这次机会，毕竟甄嬛已经实现了质的蜕变，但人的本性是不会轻易改的，尤其是恶的属性。于是静白又暗戳戳的在滴血验亲这场半决赛中出场了。这时候静白的另外一个属性又浮现出来了，那就是爱记仇。他时时刻刻记得甄嬛赏的那顿板子。贫尼甘露寺静白见过皇上、皇后娘娘。熹贵妃安好。许久不见，不知熹贵妃还记得古人吗？熹贵妃赏的一顿板子，倒是教会了贫尼说实话。所以他出场就说忘不了熹贵妃的那一板子，给甄嬛扣上了暴力恶毒的帽子，可谓是来势汹汹。而这还是远远不够的。紧接着静白又发挥了他超强的语言功力，可以说简直是把白的完完全全说成了黑的，甚至还要多添几笔。熹贵妃娘娘初来甘露寺时，素不理睬众人。那时宫中常有一位年长的姑姑前来探望娘娘，除此之外，便只有一位姓温的太医常来探望的。贫尼当时看着深觉不妥，见白日里娘娘的房门有时也掩着，而2个侍女都守在外头。后来未必寺中流言，熹贵妃称病搬离甘露寺，从此之后是否还有往来，贫尼便不得而知了。要说静白也是真是没脑子，这件事一旦失败就是欺君之罪，要掉脑袋的，为何要冒这个险呢？更何况他此刻的揭露对象是甄嬛，一个已经即将冲冠军的人选，但是他还是自信张扬的上场了，配合皇后等人，可以说给甄嬛准备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半决赛。但是我们也可以看清楚，说谎话的人下场是非常惨烈的，那就是永远丧失说话的权利，永远不能诬陷别人了。被甄嬛割了舌头，拉了下去。静白作为出家人，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了，干净、洁白。但是当下看来，这个名字却是相当讽刺的，尤其是作为一个出家人的名字，这2个字可以说与静白本人是毫不相关的。静白作为出家人，不仅仅没有出家人的一点慈悲之心，而竟然体现了人性的黑暗之处，在别人低谷时没有一点怜悯之心不说，反而是处处打压甄嬛。在甄嬛原先已经放过他一条性命时，他丝毫不领情不珍惜这一次机会，而是再次出面诬陷了甄嬛，而这也让他正式下线了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关注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